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资工系的朱宏国。那我们接着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叫做 script。好，那什么叫做这个 script 呢 ？script 的中文的翻译就叫做脚本。好，那脚本到底是在 Access 里面，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它可以帮忙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以及最后这个脚本，既然是脚本，就是要写的嘛，那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程式语言去写这一个脚本？哈，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要跟各位介绍的重点。好，那脚本是什么呢？哦，简单来说，脚本的话就是一段程式码。好，然后这一段程式码它可以用来怎么样？用来去附加到我们主场景中的某一个机器人，进而怎么样子？我可以透过程式码的编写来去控制这一个机器人的这一个行为。好，那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其实都是透过视窗界面的这一个方式来去控制机器人的行为，包含说我们帮这个机器人设定这一个 tracking ball， 然后帮这个机器人设定这一个 teaching point， 然后接下来透过动画的方式让它去做移动。所以未来所有的这一些动作的话呢，我们都可以透过写程式的方式，然后用脚本的方式去控制这一个机器人的移动。那在 Access 型的软体里面的话，它所支援的脚本，它的一个你必须要用这一个叫做 Python 的程式语言来去开发 Access 型的脚本。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不会包含的这一个怎么样子教各位怎么样写 Python 啊，然后怎么样 Python 的基本的语法哈，这个部分的话呢，要请大家自己上网去做这一个学习。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因为怕大家介绍太多这种 Python 的语法，会把大家搞得很像觉得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翻译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做这一个介绍哈。但这边也是要希望各位能够有基本的这个程式语言的能力，然后你在后面的这一个介绍的脚本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容易理解。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要怎么样子在 Access 里面新增一段脚本哦。其实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先在我们想要挂上脚本的物体，我们可以想清楚哈，这个观念很重要。一个脚本就是对应一个物体，所以未来这一个脚本的移动，就是在影响这一个它所挂载上面的这一个物体。OK， 所以我们先选取我们要的物体，也就是我们主场景上面的这一个机器手臂，叫做 Epson 底线是 CL。好，选了这个物体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上面的主工具列上面的最右边，它有一个 panel 的视窗。好，这个 panel 的视窗点进去之后呢，它会产生出一个下拉式的选单。所以在下拉式的选单里面，我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去选择。好，那其他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就往下面去找一个叫做 script 的这一个物件。所以选了这个 script 的物件之后呢，点进去，它就会在你的右边的这一个 panel 就会产生出来它这一个物件所挂载的这一个 script。OK， 好，那如果你要去编辑你所选择的这一个物件的脚本的话呢，我们就只要在上面。它有一个叫做 Edit Script 的这个 button， 点进去之后呢，然后它就会跳出一个编辑视窗，所以这个编辑视窗就会长这个样子。所以在未来我们后续的这几张投影片里面，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视窗，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的赘述是怎么样子进入这个视窗，它就是透过你选取你的物件，然后这个物件在你的右边的 panel 视窗里面去挂载你的这一个 script， 然后点 Edit Script， 它就会跳出这个视窗。所以未来我们所有跟脚本相关的程式，全部都是在这一个视窗里面去做输入的动作。好，然后有这个编辑视窗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去撰写脚本啦。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脚本。好，所以在大家如果之前有学习过所有的程式语言，无论是学 C 呀、C++或者是C# 之类的哈，大家所有学程式语言，不管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就要写一个叫做 Hello World。那 Hello World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去把在你的这一个系统里面去列印出一个字串出来。好，所以我们也是不免其俗的，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子做列印的动作。OK， 所以说在所有的脚本里面，不论是这个脚本是挂载在哪一个物体，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我们来看这个指令叫做 accessing.print。这样子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顾名思义就是我要把 print 这一个function它括号里面
所写出来的这一个字串怎么样子把它列印出来。好，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字串未来在整个模拟软体执行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在什么地方。好，所以我们打了这一段 code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一个编辑视窗关掉。好，那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假设我是在一个 RCS 里面去操作，那你不用担心，你把那个编辑视窗关掉，你之前输入的那一些 code 会消失，它会自动帮你做一个储存的动作。哦，但是这个储存并不是储存到外部的档案，它是储存到他们自己可能内部的一些暂存的档案。好，所以但是最后的话，我们还是要透过一个存档的动作，把你的脚本给输出出来，记录下来。好 ，OK， 那我们这个后面会介绍。哦，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投影片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输入了一个叫做 start 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码。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到我们左上角哈，大概在一开始界面介绍的时候，它有一排的工序列，所以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 Run 的 button， 所以这个 Run 的 button 的话呢，就是告诉 Assassin 说，来，请你开始帮我执行模拟，所以它就会针对现在主场景上所有的物件，会去怎么样子，会去跑所有挂载在这些物件上面的这一个脚本，也就是说，来，请你各位的机器手臂开始演戏啦，我们开始要把这一个戏演完了。好，那这个戏怎么演的，就是在脚本里面去做决定的。好，那一旦你执行了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在下方它有一个叫做 log 的视窗。好，这也是一样，我们在一开始的界面介绍里面有跟各位提到说，所有的这一个 run， 所有在做模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一些讯息，包含就是你的机器手臂的模拟过程是不是超出范围啊，诸如此类的，它这一些错误的讯息或者是模拟过程的讯息，都会出现在这一个log 视窗下面去，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 log 视窗就有点在接收所有相关模拟过程的文字讯息，所以同理也包含了我们在脚本里面所撰写的一些 print 的这一些指令，然后它把这个 print 指令所后面接的讯息输入到你的这一个 log 视窗来。好，所以这个 log 视窗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未来如果你要做 debug 啊什么样子，你在你的脚本里面就可以写好几个不同的这一个文字的讯息来去告诉说 ，OK， 我今天模拟是到哪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它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就出错了，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在你的脚本里面去除错，知道说 OK， 到底我的模拟过程是在哪一个地方被中断了。好，所以大家尽量能够去善用 print 这一个指令跟这一个 log 的视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实际的操作哈。所以我们点了物件，然后点了这个 edit script， 会跳出这一个 script 的 editor。好，所以我们就按照刚才的指令。打入这个 assassin dot print， 然后有一个这一个字串。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关起来。好，它其实已经记录起来了。好，然后按 run 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下面的这一个 log 里面会出现这一个 start 的这一个字串。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在最右边其实也是有。它右边的这一个 panel 的部分的话呢，其实你不一定要进 edit script，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说这一个 script 它里面的这一个内容可以做一个快速浏览的功能。好，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没办法用 script 跟物件做互动，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两个 API， 然后让两个function可以很轻易的让你在 script 里面去控制你的物件。所以第一个 function 叫做 motion。所以这个 motion 的话呢，它主要有3组参数，所以第一组参数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 motion 最后就是可以在你的那个 script 的编辑器里面，大概就会长成像这个样子。所以 motion 的第一组参数的话呢，就是告诉我说你要移动的这一个 joint 的这一个你要移动的这个物件的这个形态。所以我们刚才的物件有 link 啊，有 joint 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一个 J 的功能的话，就是 joint 的部分。好，那如果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在做 robot control 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移动速度。OK， 所以第二个参数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个移动速度。那移动速度完之后，最后就是调整移动的参数咯。所以移动的参数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这一排，我们用一个中括号把它括起来的6个。数字，这6个数字分别就是对应到我的移动的 XYZ 旋转的 XYZ 的一个量 ，OK， 所以只要这样的一行指令，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机器手臂的 joint 去做移动
和控制。好，然后前面的这个历史的话呢，就代表是说它所要影响的物体的话是挂载这一个 script 的物件。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示意图。所以以这个机器手臂，如果我们刚才下了刚才的这个指令的时候，在跑模拟的时候呢，它就会从这一个位置跑到这一个位置。好，那同理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 inspector 里面，它的这个属性其实也会跟着改变。哦，我们看它怎么样做，怎么样改变呢？它就会从原本静止状态的这一个属性，接下来就会跑到你的这一个 joint 的这一个位置。OK， 好，所以看到左边跟右边在 joint 的部分的话呢，它的属性就已经有差别了。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物件的这一个挂载的这一个的方式，用历史的方式来去做指定。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脚本，我希望能够去影响其他的物件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直接在脚本里面指明说，我今天要移动的物件是哪一个物件，好，把那个物件的名称取代成那个历史，然后原本的箭头的话呢，把它改成是一个 dot 的方式，所以就是像我们投影片里面所显示的，它就是一个以 object dot motion 这样子的一个呼叫方式来去控制你的物件，好，那这个参数其实是设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来实际看这个操作的过程哈。所以我们打开了这一个 script 的 edi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输入这一个 list motion 哦，然后我们要移动的是 joint。OK， 然后移动的速度是 0.3，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个 joint 它的这一个移动的参数哦，我们就把它 key 出去 ，key 下来。哦，所以这脚本你看到非常方便，基本上你编辑完关掉，马上就可以执行结果，甚至我们不需要很繁琐的这一些编译啊、产生执行档的动作，所以这样直译的一个脚本就让整个模拟器的控制过程当中就会变得是互动性是更佳的。好，那另外一种控制脚本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在之前介绍的这一个所谓的 teaching point。好，那 teaching point 它也是一样。透过这一个 motion 的这一个指令，哦，只是 motion 的这一个指令的话呢，现在我们给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的参数的话呢，我们原本是用 J 是用 join 的，所以我们要改成是一个资源 P。所以 P 的话告诉他说，我这时候要以 teaching point， 然后也是一样，我的 motion 的速度是怎么样子，然后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这一个 teaching point 是跟哪一个 object 是关联的，然后还有再来的话就是我的这个 teaching point 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样子。OK，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 Epson 底线 4CL 这个机器手臂哦，然后把它怎么样子以 0.3 的这样子这个速度，把它移动到我设定的这一个 teaching point 的 TP 上面。OK， 好，所以这 P 就是 teaching point 的模式、速度、物件名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 teaching point 的名字。好，那这边既然都是字串，那就要保证你们在输入的时候呢是不要输入错误的，不然的话它就会出现错误的讯息，它可能找不到对应的这一个 teaching point。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实际操作范例。哦，一样我们用历史的方式，那这边再重复一下哦，我们可以用 object 的方式来去对这一个 motion 做这一个控制。好，所以输入 P 速度 0.3。然后我们再输入这一个我们模型的字串 Epson， 然后记得不要打错了，打错的话它就是没办法找到，你的模拟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动静。好，然后把我们的刚才产生出来的这个 TP，OK， 好，所以关起来做模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控制的结果。好，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常用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 Script Edit 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所谓的 Python 的直译语言。好，那实际上真正的这一个语言最后怎么样子去转成机器手臂的控制码的话呢？其实它是有2个不同的这一个语言的转换。OK， 所以我们说过，在 Assassin 的话，提供多种不同机器语言的控制码。所以我们这边它会直接把你所撰写的这一个脚本，自然而然就把它转换到这一个对应的这个机器语言的控制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我们选择的是 Rust 的这一个机器语言。好，那我们再点选一下，它有一个类似这一个转换的图示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对应的这一个机器语言的控制码。所以这个控制码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剪下贴上，
到你真正做机器控制的这一个控制盒上面去，它就可以产生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制码。所以 Assassin 它也可以做到即时的连线模拟。它连线模拟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可以把你的这个脚本，在我的 Assassin 做完模拟的时候呢，再把它转成机器语言的控制码，送到你的控制器里面，然后就可以做到这一种所谓的虚实同步、虚实整合的功能。好，所以最后我们既然脚本写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对这个脚本做储存跟载入的动作哈。所以储存部分，我们在上方的工具列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个存档的图示哦，然后你有一个资料夹，就是可以做读档的这一个动作哦。所以大家记得，你的脚本写完之后呢，要先做存档跟读档哦，在你把 Assassin 关掉之前。好，那最后我们会做一个那个有趣的一个范例，做一个总结。我们就是透过程式撰写的方式，让这个机器手臂不断的在2个 teaching point 上面这样子移动来移动去的。好，这边也主要是要让各位知道说，其实很多机器手臂的这一个模拟过程，它其实大部分很少都是用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控制点这样一个一个设。我们把控制点设好之后，其实就是要写脚本的方式来去控制整个机器手臂的这一个移动的这个行为。好，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就写了一个回圈。好，这个回圈的话，就不断的告诉说，你这个机器手臂买，请你以 0.3 的速度移到 teaching point 的 TP。然后接下来再移到 teaching point 的 TP2， 所以它每一次 motion 执行完之后呢，它就会执行下一个 motion 的指令。好，所以它就可以做到我们刚才这样子很简单的、很有趣的一个手臂在这边甩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画。OK， 好，所以我说过，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在 Python 的语言做更多的琢磨，所以大家可以去学 Python 语言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去在你的 Assassin 里面去对这一些手臂做一些更进阶的控制。好，这个是刚才的回圈，的写法。好，所以我们的 script 大概就介绍到这一个地方，我相信整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简单，主要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去创建你的 script， 怎么样子在里面写简单的控制的程式，然后最后怎么样子去执行你的 script。好，谢谢大家。